以前见过反社会的人、变态人格、自恋的人或暗黑共情者吗？好吧，这支影片可能是这些超级人物之间的终极对决，确定谁能赢得最有害角色的称号。这些人格障碍具有的阴暗特征，让他们对周围的人很危险。在不同程度上，有些人的性格比其他人更具攻击性，更善于隐藏自己，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控制欲强。虽然他们都会操纵别人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以及背后的原因。那么，就让我们在探讨哪种类型对心理健康最有害之前，先简单探讨一下每种黑暗人格的类型吧。一、反社会人格障碍。这种人格障碍属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谱系。顺便说一下，不只是比别人更喜欢披萨，不只是靠软弱的同情心加上软弱的同理心来衡量。我们说的反社会人格，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却找借口而不是好好表现。反社会人格的特征是，但不限于明显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这就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脾气暴躁的行为。他们缺乏同理心和良知，更容易为了追求自己的需求而撒谎和无视他人。当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时，他们会表现出恶意和鲁莽的消极反应。社会性病态是一种慢性病，可能由严酷的家庭动态，如父母的不稳定或性虐待引起。再来看下一个参赛选手，变态。这种人格也属于反社会人格障碍，他们没有同理心，到底是不是变态的人，或者只是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亦或仅是出于做样子的目的。精神上变态的人和反社会的人同病相怜，但还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反社会的人是一座不稳定的火山，而精神变态是沉默的、暗无天日的冰封深渊。反社会的人们会表现出他们不在乎，但精神变态的人会让你相信他们在乎，而其实他们真的不在乎。发现一个人是反社会的人很容易，而一个精神变态的人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时，会尽可能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专业人士坦言，要诊断反社会的人，就要看他们的表现，而要诊断精神变态患者，更多的是要看他们内心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像鲁莽和侵略性这样的心理变态特质，是由大脑中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而不是后天培养。他们的武器之一是对他人非自动情绪反应，如果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选择理解别人的感受。虽然他们和反社会的人一样，不一定是暴力的，但他们缺乏常规的约束和同情心，以及良知的保护，这会让他们变得暴力。3. 自恋。自恋是自负的女主角。自恋的人相信一切都是围着他们转的，那可真就是个自恋狂。当一个人表现得让人恼火时，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有精神障碍。对于真正自恋的人来说，自信、限制和基本的情感现在变成了自我优越感、自我权利以及对赞美和束缚的期待。在他们看来，他们就应该得到额外的，因为那些本来就是额外的。其他人对自恋者来说，就是如同面包机一样的工具、玩具，直到对自恋者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们就会被抛弃。根据一个临床证实的案例证实，自恋是在自我防卫方面主要追求4个目标：燃料、控制、性格特征和剩余价值。燃料是他们能从你身上唤起的任何情感。情感吸血鬼般的自恋者不会放弃每一盎司，他们享受控制别人的感受，他们窃取别人的性格特征，搞到他人的某些方面，并把所得都据为己有。性和人脉都是别人提供的剩余利益。这种剥削行为源于童年的创伤，可能形成于令人窒息的过度保护，或者是曾经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最后来说说最令人惊讶的第4个，暗黑共情者。这个词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引入的，标志着这类人尚属未经过测试的新成员。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人往往在共情方面得分较高，但在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变态等暗黑社会特性方面也得分较高。暗黑共情者可以被描述为我们自己的黑镜版本，他们拥有其他人格所缺乏的一切，尤其是共情，对，就是同情心。但暗黑共情者的同理心只是认知上的，对他们来说，同理心的意思是，如果你受伤了，我也会受伤。
暗黑共情者的认知共情意味着他们完全理解自己造成的痛苦，他们就是感觉不到，即使他们在过去受到过直接伤害，他们凭直觉就能明白其他状况是怎么发生的，感觉像一个偷了所有蓝图和密码的小偷。他们的操作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用力越大，错误越大。好啦，比赛结束，哪一种精神障碍能胜出呢？哪一种对人的精神健康最有害的标题是诚实的介于精神病患者和暗黑共情者之间？这很难说，是吗？精神病患者是零共情攻击的，他们不受意识和同理心的限制，会毫不自责地利用他人，他们通过正常表现来放松别人的防御意识，这是危险的。那暗黑共情者呢？这可能是最危险的性格类型，因为暗黑共情者可以混入对立面，而不是研究其他人的感觉，这使他们更容易精确操纵。如果你不相信有暗黑共情这一说，那么最危险的人格类型就是不受良心束缚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如果你相信确有暗黑共情者这一类人的真实存在，那么这一类就是最后赢家。一定要格外小心这类人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是有能力通过同理心来注意并全力攻击的。你认为哪种是最严重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会这么认为。那么要记住2点，尽管这些人格是一种心理现象，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但如果你是被迫害的对象，你就没有接受虐待的义务。注意安全，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